终于轮到我接种疫苗了。哦，好的，现在我已经接种完了，然后现在是早晨的7点20，我们准备去接种点接种第二剂的疫苗也不知道怎么约的这么早，我还没睡醒呢。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味道没有味道，我们不是来吃饭的，那就直接开始吧，走流程。No. Did you get another shot in the past week? No, I didn't. Did you have fever in the past 48 hours? No, I don't. You didn't get sick in Corona, right? No, I didn't. This is Pfizer shot like the first one. Okay, Pfizer. Okay, yeah. Hold this shirt here, okay? And your hand not on the table like this. Relax. Okay. Relax. Take a deep breath. Oh, it's not bleeding this time. Not bleeding. So now you have to wait 15 minutes and then if you feel like you may feel a little bit pain in the arm, headache, fatigue, nauseous, maybe a little dizziness. And if you need to take a pill, you can take it. Sure. Okay?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Bye. 那我现在就已经接种完了，然后还是惯例在外边等待15分钟，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段时间呢，各国都已经加快了接种的速度。我也看到很多 YouTuber 分享他们的接种的经验，但是我就发现只有以色列的接种工作就是安排的特别的随性。就无论我看到，比如说美国，或者说是比如说新加坡吧，他们的接种点安排的就井然有序。就比如说大家都排队然后每个人都保持这个距离，保持间隔。然后注射之前呢，又要测体温，然后比如说还要填表格之类的，然后还给你发这个就是注射的这个说明的手册。但是在以色列呢，基本上就是那种，哎呦您来啦老没见着您了，就是今天来几针这种特别的随性的感觉。然后这样的感觉就是完全没有仪式感，然后并且呢，就是我来的这个接种点呢，就也没有好吃的作为安慰剂，因为你需要等待15分钟嘛。那我听说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大医院的接种点，他们还有croissant作为甜点，然后让你在那边等待的时候可以吃。然后我这边就什么都没有。那很多人在接受过第二剂的注射之后，都会说第二剂就会比第一剂要难过很多。像手臂酸痛这种就不用说了，然后还有很多人都出现这种类似于流感的症状，比如说头疼浑身的乏力、酸痛，然后特别是发热。然后当他们在感觉到发热的时候，他们测体温又测不出来，就是数字上又表示说他们没有发烧的这种症状。那包括很多人都会出现一种比如说拉肚子的这种情况，那这种副作用应该就是因人而异。那么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48小时，我们都会一切的 OK。那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了从我们接种一直到我们现在到家，差不多有2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小的提示，就是说你在接种完疫苗之后的2个小时左右，那你可以服用1粒布洛芬，这样它可以有效的缓解你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副作用的症状。那这里呢，我就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就是说我不服用布洛芬，然后我男朋友他服用布洛芬，然后我们想看一下就是
这个布洛芬对于副作用到底有没有效果。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他对我的决定感觉到不是很高兴，因为他觉得既然有办法解决的话，为什么要遭这个罪呢？但是对我来说，我只是想试验一下，看这个到底是有没有效果。我现在的感觉，我现在没有什么感觉，手臂啊什么的也都活动自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在接种点拿到了 stickers， 这上面写着 I'm a hero。现在是晚上的8点24，那距离我们接种疫苗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在这期间我并没有吃任何的止痛片或者是感冒药，然后我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强烈。在下午的有一阵子呢，我就会有一种酸痛感，那种酸痛感就有点像就是你快要发烧之前的那种酸痛。但也不是说某一个地方持续的酸痛，就是说这边疼一下那边酸一下，就这种感觉。但是目前这种酸痛已经消失了，然后就是我感觉我的后脑勺会有一点，也不叫疼，不是头疼，就像是有一点压迫感的感觉，但是也都非常的轻微，我觉得也都可以忽略。那目前就是这样了。也有人说在接种过后的12个小时之内可能反应不是那么的强烈，那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可能会出现在未来的24个小时。那就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都可以没事，然后我们在12个小时之后再见了。8点半，12个小时又过去了。我觉得这12个小时，这个副作用的情况确实是在变得严重，但是也还好，可以承受。对我来说就是酸痛，目前比较明显的就是在我的后背，尤其是注射了疫苗的这一侧会比较酸痛。其他身体的各处就是有一点怪怪的感觉。我没有发烧，目前还没有拉肚子这种情况。还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气短。我不知道对其他人来说有没有这种症状，但是对我来说气短也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再说我男朋友那边，因为他服用了布洛芬，那所以他的感觉也不是很强烈。当然接种的那个手臂疼是必然的，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最好也不要压到那个手臂，因为确实是蛮疼的，就是酸胀然后还疼的那种感觉。总的来说这些副作用都是可以接受的，希望这些副作用都会尽快的过去，让我们等待下一个12小时。又一个12小时过去了，现在已经是接种疫苗之后的36个小时，这真的是非常艰难的12个小时。我一整天都觉得浑身乏力、酸痛，然后非常的疲劳，并且那种感觉就一直处于马上就要发烧的那种最难受的时候的状态。但是当你测体温的时候，又显示没有任何的事儿，所以看来之前很多人分享的经验确实是都应验了，真的是前人的经验诚不我欺啊。另外一边就是我男朋友那边，他
在接种之后的2小时吃了1粒布洛芬，在接下来将近有30多个小时了，他都没有吃任何的药。但我想是因为那个药劲儿应该早已经过了，所以他在傍晚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一点轻微的发烧的这个迹象，但是不是很高，所以他又吃了1粒药。所以在我们2个的对比之间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在接种疫苗之后，如果你觉得你的体质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那种类型比较易感的那种类型，那我还是建议最好吃1粒布洛芬，或者是其他的退烧药止疼药这些都可以，真的可以有效的帮你缓解这些症状。那最后的12个小时，希望这些症状都可以消失。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是早晨的8点35分，48小时过去了，我感觉症状正在减轻，身上没有那么的酸痛了，然后也不是那么的疲惫了。我觉得我的那个小实验也是蛮成功的。结论就是最好你还是吃1粒止疼药或者是感冒药，这样真的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疫苗带来的副作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看，我感觉辉瑞给出的所有的数据以及反馈基本上都是真实的。那希望我的这期视频对于你更加了解疫苗会有所帮助，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留个评论。那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新的1年里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我们下次再见。